3DO。欢迎收看魔宝龙新一期视频。生源号角的新版本改动了非常多的技能，这就使得原版可能是万浪费的英雄，现在变得非常支棱。所以说，要想给英雄排名的话，首先要给技能排名。英3里面一共有28个技能，但是其中的4个没有必要参与排名。首先是外交术，如果你没有特殊规则，比如纯净之类的，你完全没有必要学。航海术，现在无水的图也不会出了，你也学不到。如果地图上水域非常辽阔的话，它比后勤学还要厉害。智慧术就像个资格证，没它不行。招魂术是墓园城的特产，而且每一个墓园英雄开局都带着。那么除了这4个技能之外，还剩下24个技能。接下来我会站在一个主将的角度来给这些技能排名。现在快过年了，甲方爸爸们也都放假了。现在更新视频的话，大概就是这样。可袁术答应给我的2万斤粮草，至今还没有踪影呢。没有粮草，叫我的兵马饿着肚子奔袭吗？没有粮草没关系，我们有这个，就是我评论区这个让每个男人夜不能寐的神器，带你邂逅性感妩媚、清纯高冷、魅力自信、活泼可爱的白款女神，用你的魅力征服他们每一个夜晚，让你多巴胺疯狂飙升。心跳加速的互动玩法可以让你尽情展示主导权。小程序无需下载，入口我放置评论区了，兄弟们谨慎进入，我怕你们出不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8个技能在新版本里面属于比较差的一类。既然是主将技能排名，那么你的主将一定不愿意学习副将技能。第24名，倒数第一，学术。学术好呀，好就好在你2个英雄交互的时候，其中任意一个英雄会学术，他们2个之间就能传授魔法。这也是英320多年来学术一直不被玩家诟病的原因，人家就是一个副将技，而且用起来非常顺手。但还是那句话，既然你的副将学一个就好，那么你的主将完全没有必要学。第23名，幸运术。幸运术这个技能放在原版，它也就比鹰眼、神秘之流好一点，但是在新版本里面，鹰眼、神秘、学习能力乃至急救术都获得加强了，而咱们的幸运术还是稳定的提高3点幸运。深渊号角里面由于负运气时装了，导致幸运术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用。新版本里面暴击的伤害变成了固定2倍数值，而不是之前的你暴击之后基础伤害增加 100%。 当然这都是本来该有的样子，并且运气是不如士气的，当你的某个部队士气低落的时候会跳过它的回合，而幸运术就算是爆了厄运，它也只是伤害减半而已。更不必说一个英雄只有8个格子，没它的位置。它和学术不一样，无论是主将还是副将都不想学。如果在游戏里面我的主将同时出了幸运和理财，尽管理财术是一个副将技能，但只要不是大后期，我还是会考虑学个理财术的。深渊号角里面现在学到高级理财术，一天多获得1000个金币，作为一个副将技，这已经非常不错了。但这种技能还是让副将学一下为好，因为这个技能并不会实实在在的增加你英雄的战斗力。第21名，炮术。深渊号角里面新版本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改动就是现在炮车特的伤害终于能够超过欧林了。之前的炮车特无论是飞瑞还是格大炮，那都是一个前期将领，后期就算你的炮车伤害再高，人家一个闪电就报销了。然后呢，论伤害他还确实不如欧林。炮车特们表示，这炮车究竟你是主还是我是主？现在的话就是弩车特的英雄，他的弩车伤害要远远超过其他英雄。俗话说凡事就怕比较，想玩炮术就选个炮车特，你的其他英雄千万不要学。现在弩车特对炮车的加成大概是每升5级提升弩车3点攻防，这样的话某个没有驾驶证的炮车特就要遭殃了。好在神秘术也获得了加强，所以说特洛萨还能凑合着用。真正的最大受害者是那些不是炮车特开局带个炮术的英雄。第20名，弹道术。尽管这个技能说破天也只有在攻城战当中有用，但是好消息，它真的非常有用。新版本里面如果你掌握了弹道术，你的投石车就不会砸偏了，所以说可以达到100%的一回合破门，一回合砸掉敌方2个箭塔。一些攻城弱族终于有一点攻城手段了。但还是那句话，弹道术虽然现在非常灵活，但毕竟只能在攻城战当中生效，它的这些加成也是本来它应得的，至少现在学一个弹道术并不会感觉像吃了一口大便一样。第19名，干扰术。深渊号角的新版本咱们要明确一个前提，那就是现在一局对战的节奏会大大加快。用炉石传说里面的话就是现在快攻和中速横行，像那些前期只会叠甲过的英雄在这个版本里面不吃香了。而干扰术在上个版本也就是除了神技之外数它最烂，新版本里面神技加强了，干扰术还是那个样，这就会使得它的排名直线下降。之前平均分40，你考50分还说得过去，现在平均分60了，你还有50，那就真是个没出息的东西啊，万浪费。
第18名鹰眼术，这里有必要说一点，鹰眼术排到第18名，并不是它的强度只能到18名，而是它和学术一样，也是一个副将技能。现在这个鹰眼术只要交战就能偷学，升到高级鹰眼术之后，所有魔法你都有概率偷学到，不仅可以偷学，而且还可以偷看敌方的魔法书，连敌方某个魔法能够炸多少伤害你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不要小看这个偷看功能，它连敌方随系魔法掌握的什么情况你都可以了解到，这样就不会出现你先手大减速，敌方反手大加速的窘境。但是我想说，鹰眼术好呀，好就好在它偷魔法不是战后才能偷，真要偷魔法的话，你打一个照面立刻逃跑，你的魔法就偷到了。打探情报的话，你派一个副将撞一下，敌方的底库都被你扒出来了。既然这个技能你交给副将用也很好用，偷学到魔法的话，找个学术将一传，一通操作下来，你会发现这该干的事儿副将全都能干成。深渊号角的官方也是把鹰眼术定义为一个副将技能，这样的话咱们的主将确实没有必要学个鹰眼术，不是他不够强，而是没必要。第17名，万年雷打不动的领导术。本来领导术就非常平庸，新版本里面垃圾技能加强了，你还没变，这样的话领导术的排名绝对不会很高。但是转折来了，既然新版本节奏加快了，那么你在前期很有可能会混兵的话就要考虑士气，而领导术恰好可以提供。但是咱平心而论，领导术虽然在这个版本里面勉强也能拿个及格分，但是城堡的骑士开局带着，这就完全不及格。之前你骑士老爷笑话人家法师开局神秘鹰眼，我不反驳，现在的领导术只能和一些有证没车，或者说什么开局带幸运术的掰手腕了。接下来的这些技能严格来讲你学一个的话不算偏，但是他们离神技还是有一定的小距离。第16名，侦察术。前面我已经说了，新版本里面节奏非常的快，快有快的打法，慢有慢的对策。侦察术在目前的版本里面，就算你不限制独当，它也是很好用的。咱们再用炉石传说的话来说，就是你在前期必须要频繁的打脸，前期有个侦察的话，快攻找敌方的城池，捡东西也能看得更远，毕竟5格的侦察范围摆在那里，确实是力大专飞。当然这也只局限于开局带着，如果到了中后期你再出一个侦察的话，就没有必要学了。第15名，火系魔法。在原版还有上一个版本当中，你学火系无外乎2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你实在搞不定对手了，需要丧心病狂。第二种情况就是你不学火，担心技能数会偏。新版本里面完美的解决了第二种情况，你的英雄技能数不容易偏了。现在如果一个职业四系魔法里面学火系的概率最高，那么这个职业的含金量会进一步下降。目前来看，火系也就只有和弹道、炮术、幸运这种技能一块出，我才考虑学一下。原版的话，火系如果没有丧心病狂的话，它和弯囊废没有区别，只不过那个时候垃圾技能太多，学个火系凑合着过吧。原版尚且如此，那么新版本里面可想而知。UP 主也是一直在说，如果一个职业不学火硬给你塞的话，那这个职业无论怎么说都不是一个好职业。第14名，剑术。剑术排到第14名是取了一个平均数，无论时代怎么变，你的努车特还有塔楼肯定是需要它的。其他派系的话，它是明显的不如进攻术。目前来看的话，进攻和剑术含金量虽然不如之前高，但这两个技能前期带着的话还是不错的。简单来讲就是虽然不是神技，但是学一个也不亏。第13名，进攻术。进攻术排在剑术前面，咱们也说了，它取了一个平均值。退一步来讲，就算在塔楼你学一个进攻术，也不是被剑术完爆，人家泰坦肉搏战杀伤力不减，你学一个进攻也未尝不可。进攻术的计算方法我之前也讲过，大体意思就是保底给你的部队提升6点肉搏战攻击力，也就是说它起码相当于开局给你释放一个嗜血奇术。原版的话比进攻术好的技能没有多少，所以说在那个时候，无论是前期开荒还是后期决战，进攻术只要出了，你的技能位不紧张，就学一个好了。当然如果是原版的话，它不如智力，因为在原版的话，高级智力提升的最大魔法值是100%。深渊号角在智力被砍了一刀之后，一些战士职业前期学了和没学一样，法师职业也得到了中后期才能实现魔法值自由。前期的话，哪怕是术士这种高知识成长角色，智力增加的数值也并不明显。目前版本的话，智力这个技能只有在地下层才能成为香饽饽，其他派系的话，个人感觉不如学一个神秘。第11名，防御术。进攻、防御还有剑术这3个技能如果放在原版的话，远程强族，剑术强，肉搏强族，进攻术强。防御术则比较均衡，它无论是肉搏还是远程伤害都能给你降。至于数值不如剑术和进攻，那是因为根据攻防计算公式，
有方的攻击力每比敌方的防御高1点，提升 5% 的伤害，而有方的防御力每比敌方的攻击力高1点，伤害降低 2.5%。所以说防御数也相当于保底给你6点防御。如果是原版的话，这3个技能谁强还得说道。但是新版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加强版的急救术，有了第10名急救术之后，你再学一个防御术，那是相辅相成，生命和防御都给你加。这也就是为什么游戏里面的钢板特虽然没有明显的提高，但是也是有小幅度的进步。在学了相应技能之后，无论是投石车、炮车还是急救帐篷，它都能扛3次伤害。尽管急救术这个技能在急救帐篷摧毁之后就没用了，但是咱们再讲一个冷知识，战争机械也是会被疗伤的哦。这也就是说，你打个小电脑，只要保护得当的话，你的帐篷是不会被摧毁的。增加 15% 的生命值是主菜，甚至你还可以用急救帐篷疗伤。所以说急救术排在进攻、防御和剑术前面是很合理的。第9名，新版本除地下城之外，法师必学技能神秘术。上一个版本里面高级神秘术每天恢复15点魔法值，说实话这个改动就已经很强了，但美中不足的是后期就基本没用。现在又给加了一个每天多恢复 10%、20%、30% 的魔法值，如果你的 30% 不到15点，也会给你恢复15点魔法。这个技能堪称新版本的开荒神器，像皮克杰姆这种英雄基本就是第一天买出来之后再也不用回城。到了后期，你的英雄知识足够高，他恢复的魔法值也足够支撑你频繁的使用飞跳。前期非常灵活，后期也不丢份，神秘术绝对的好技能。当然地下城是不推荐学的啊，因为地下城有魔力漩涡，你的主力英雄魔法值常年超过上限，所以说神秘术就没用了。另外一点就是神秘术虽然现在很强，但是它依然是一个法师技能，像那种开局力量只有1点的，你有个神秘它作用也不大，这时候就能看出战术的可贵之处了。战术这个技能无论是战士还是法师都很适合，合理的布阵能够使你的英雄在前期开荒降低很多不必要的损失。新版本在节奏加快之后，我们在开荒的时候就不能过于懒惰，能这周消灭的野怪就不要等到下周。很多朋友总会说这个战术到了后期就没什么用了，这恰恰是善战者无赫赫之功的最好体现。当你的英雄每一仗都不需要布阵的时候，你离胜利就不远了。但是说这么多，大家还是要明白，战术这个技能依然是偏向于前期，后期的作用也没有前面那么大。这样看的话，就不如第7名魔力爽了。新版本的魔力确实是非常的滋冷，其他改动图一乐，魔力翻倍真男人。之前我提升 15% 伤害的时候没存在感，现在 30% 了，谁还敢看不起我呢？大家不要小瞧这个 30%， 就比如你有4点力量，你的霹雳闪电能炸110点伤害，在你有了高级魔力之后，这个数值就会变成143。到了后期，你用连闪、用雷暴、用流星火雨都离不开魔力。想要玩末日审判，魔力也是必学的。不会吧？不会有人为了玩末日专门学个火系魔法吧？魔法杀伤直接给你高 30%， 这才是一个合格的后期技能。像进攻防御之流，它已经难堪后期大任，并且这个伤害并不是基础伤害的 30%。如果你有一个气灵球之后就造成 150% 的伤害，这时候再有一个魔力，伤害就能达到 195%， 基本相当于翻倍了。诚然，魔力在目前来看也有诸多的缺点，但是毫无疑问，你的法师学一个会非常的爽，打个小电脑能够让玩家爽到，它就值第7名。第6名，水系魔法。水系在新版本里面又获得了加强，因为在新版本里面，无论是虚弱特、嗜血特都获得了加强。现在如果在决战当中你碰见一个麦林德给你的友方套了一个大虚弱，如果这个时候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之下，你没有一个疗伤，这个仗你是真的打不下去了。另外呢，我在老痞那期视频里面也说过，像一些低级的兵种特，他们攻防数值增加的很多。如果像蝙蝠这样基础伤害很低的话，你学一个水系非常有用，因为你得给他们套个杯子。所以说在目前版本里面，一些出不了水系的职业是有一点小削弱的。你像现在地下领主的技能数就比不过驯兽师了，驯兽师应该是新版本里面技能数最好的战士职业，不出火系，土系概率高，并且它有8后勤7驯鹿。在要塞的派系里面，你的英雄学个急救配上防御也很好用。某一些只能靠后勤10吃饭的魔鬼可以洗洗睡了。第5名，技能特、伤害性法术特、兵种特的真正大爹，学习能力。学习能力如果放在卡牌游戏里面就是过牌技能，它是给你压缩牌库用的，并且你在学习了学习能力之后会立马提升1级。开局有学习能力的英雄获得经验之后也会立刻升级。可能有朋友说，这个学习能力到了后期技能都学满了，英雄多提升几级也就加点属性，这就属于因噎废食了。
前期多提升4、5级带来的红利是一点不说，这就相当于你在玩炉石的时候，你怕牌库抽干了，所以说不放过牌卡。关于学习能力，我的评价就是，如果你的英雄他的特长不和等级挂钩，就比如他是一个金币特，一个资源特，这个时候学一个学习能力的话没有那么强。至于兵种特、进攻特、防御特还有索姆拉这种，它只有在第7个、第8个格子出现学习能力的时候，你才考虑不学。前期碰见学习能力，如果不和前面4个一块出，那是必学的。第4名，气系魔法。气系和土系不一样，土系魔法是让你的英雄赢的，而气系魔法是在让你本来能赢的情况之下，帮你赢得更快。深渊号角的一些官图总是会自作聪明的给你禁止飞跳，这就使得气系魔法如果算平均分的话，它甚至不如学习能力。但是好在随机图里面是没有限制的，但恰恰就是目前这个版本，你靠种田种出异次元之门然后打出去已经行不通了。新版本的 AI 又获得了加强，现在玩一张88图，敌方能在3周之内攒出30条飞龙来，丝毫不意外。这里可能有朋友会说，新版本难度这么高，我打不过了怎么办呀？打不过就换个160难度，再打不过就换个100难度，总有打得过的时候。英3从来没有固定要求玩家必须选200难度，又不是直播，哪种难度舒服你就选哪种就行了。低难度里面还没有看出有多么变态的地方。第3名，后勤学。走格子的游戏，移动点数增加有多么重要，我在之前已经讲烂了。本来后勤学应该是万年雷打不动的排第2，但是没想到还有高手。如果说后勤是开源的话，那么寻路就是节流。寻路术这个技能现在什么效果，大家想必也都看得懂。它有多强，我就不用过多赘述了。你像一些在上个版本开局带寻路术的英雄，比如港口的库尔科斯、丽娜，在新版本里面进步飞快，库尔科斯甚至一跃成为最强进攻特。寻路和后勤相比，如果是在雪地、沼泽里面，寻路术完爆后勤；如果在草地、泥地这种没有地形损耗的地方，你有一个高级寻路，还有一个高级后勤，移动的距离是差不多的。但是在公路上行动，你本来行动力损耗就没有85，这个时候寻路就不如后勤了。用异次元之门的时候，寻路也没有用。整体上，寻路和后勤互有胜负，反正这2个都是看到必学的，都学到的话，那是相辅相成，双喜临门，简直是强的没边。既然咱年后做英雄排名，所以说本期视频咱把技能强度的这个理念先搞懂。UP 主觉得讲的也算是比较详细了，视频的长度也是直奔20分钟。在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键3连，3连之后请看重头戏。第1名，土系魔法。英3的技能系统这一块是大道至简，剩下6个全是弯囊废技能，只要有一个土系，有一个智慧，它就能玩。土系魔法不是用语言可以形容的，减速、回城、重生、雷暴，它真的太完美了。你可以没有后勤，没有寻路，没有气水火，但是你唯独不能没有土系。那么这样的话，24个技能咱们就都排完了。如何评价新版本的这些技能改动呢？我只说一句话，它让事情变成了它本来该有的样子。别的咱就不说了，你像神秘和寻路早就应该这么改。英3设计师那是公认的不懂平衡。对于原版的那些小丑技能，我只想说，向来如此便是合理的吗？不合理的地方改了就是好样的。最近临近年关，可能直播的次数会很多，这样的视频应该得年后再做了。新版本的英雄排名顺序大概是从塔楼开始到地狱结束，正好和上一个赛季反着来。那么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感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期再见，谢谢朋友们。